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4国行来到最后一站韩国。周三，王毅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并与韩国外长郑义溶举行会谈。双方讨论的议题涉及中韩关系及半岛局势。就在当天，朝韩分别进行弹道导弹试射。王毅表示，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半岛和平稳定的事情，并朝着恢复对话的方向共同努力。文在寅在首尔会见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文在寅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韩方高度重视韩中关系。疫情形势下，韩中保持高层密切沟通，经贸合作逆势增长，树立了国际抗疫合作典范。韩中关系过去30年取得重要发展，未来具有更大潜力。希望以韩中建交30周年为契机，规划设计下个30年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开启更加成熟的韩中关系。韩方愿同中方一道，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支持中方举办北京冬奥会。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文在寅的亲切问候，表示中韩是无法分开的近邻，更是互利共赢的伙伴，理应像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保持健康发展势头，双方友谊在携手抗疫中进一步深化。双方应以纪念建交30周年为契机，充分发挥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作用，就两国关系下个30年的发展提出富有前瞻性、体现时代性、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举措，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王毅还阐述了中韩关系30年发展的3点启示，包括相互尊重、聚焦合作以及致力和平。当天，王毅还与韩国外长郑义溶举行会谈，双方均强调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中韩是搭不走的近邻，同时也是离不开的伙伴。明年我们就将迎来建交30周年。近30年来，我们两国从相互隔绝到密切交流，从彼此生疏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韩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越发走向成熟和稳定。王毅说，当今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又加速了变局演变。在新形势下，两国应进一步树立共同体意识，持续扩大共同利益，不断发掘合作潜力，推动中韩关系提质升级，实现更好、更快、更稳、更全面、更可持续的发展。在中美这种大博弈的背景下，那么韩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所以，展望未来30年呢，我觉得它这个中韩关系会有一些新的内容。郑义溶表示，希望双方继续加强高层互动，促进抗疫合作，尽快启动双边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深化人工智能、半导体、新材料等领域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值得注意的是，王毅此次是应郑义溶邀请访问韩国，意味着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两国外长在年内实现了互访。今年4月，郑义溶就任韩国外长的首次外访就选择了中国，这在韩国外交史上非常罕见。而他还2次公开表示，韩国不会在中美间选边。不过，就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之际，韩国的取态的确相当微妙。据韩联社报道，王毅在与郑义溶会谈后会见记者，被问及美国考虑邀请韩国加入共享情报的五眼联盟一事，王毅表示，该机制完全是一个冷战时期的产物，早已落后于时代。另一方面，韩国将于明年举行总统选举，目前在野的韩国保守势力在竞选过程中释放了一些对华不友好的言论。特别是当前保守势力民调最高的韩国前检察总长尹锡悦早前就声称，萨德系统的部署是韩国政府在行使主权。若中国要求韩国撤销萨德系统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率先撤除其在边境地区部署的雷达系统。而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新一任党首由36岁的李俊熙当选。他在当选后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主动承认，曾参加过香港2019年的黑暴活动，甚至在香港这一中国内政问题上叫嚣将会和中国死磕到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表这番讲话之后，李俊熙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又开始含糊其辞，试图淡化自己的反华主张。根据韩国社会舆论研究所周一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代表当前执政的进步势力的候选人李在明和代表保守势力的尹锡悦呈现2强争霸局面，两人的支持率相当焦灼，仅相差1.4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董向荣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韩国政坛传统上保守势力确实是相对亲美亲日，但随着中韩关系发展，保守势力与进步势力在对华态度上的分野也在缩窄。而当前个别有意竞逐总统大位的保守势力人士的话，更多是一种区别执政者的选举语言。与其说是这种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这种对华政策的一些差异，还不如说是，执政力量和在野力量它的对华政策的差异。也就是说，你作为在野力量的时候，你对华的一些表态，可能和你执政以后的这种对华政策的一些表态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不在其位，你很难想象中国对韩国的经济也好，对韩国的安全也好，各方面有那么强的重要性。除了中韩关系，半岛问题是王毅此次韩国之行的另一主要议题。就在当天，朝韩均有军事动作，韩国新型潜艇成功试射自主研制的潜射弹道导弹。按照韩媒的说法，这是韩国成为全球第7个成功利用潜艇试射潜射导弹的国家。总统文在寅等政府和军方人士观摩发射试验。据青瓦台介绍，携带潜射弹道导弹的韩国首艘国产3000吨级潜艇岛山安昌号在水下进行试验。导弹在发射后按照预定的轨迹飞行，最终精准命中目标。美韩领导人今年5月商定终止美韩导弹指南，解除对韩国导弹最大射程和弹头重量的限制，韩国由此掌握导弹研发主权。韩国青瓦台和国防部周3还表示，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于7月29日成功进行运载火箭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点火试验。军方和政府计划利用装备该发动机的运载火箭，将侦察朝鲜的小型和微型卫星送上太空。分析认为，鉴于利用搭载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分段式火箭可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从理论上来看，韩国还可以研发洲际导弹。而朝鲜方面下午向半岛东部的日本海域发射2枚近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5次试射导弹。据其宣称，成功试射远程巡航导弹仅隔2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导弹射程约800公里，射高60多公里。美韩情报部门正在分析其具体规格和参数，韩军保持高度戒备，并与美方保持密切合作，以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总统文在寅听取了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徐勋就朝鲜试射导弹情况进行的报告。徐勋还在当天主持召开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委会会议。我们对这一事态表示关注，中方一贯坚持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希望有关方坚持政治解决方向，保持克制，开展对话接触，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探讨寻找均衡解决各方关切的有效做法。王毅在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半岛南北双方克服困难、排除干扰、改善关系，将继续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及实现半岛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文在寅表示，韩方赞赏中方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做出的贡献，希望中方继续为维护半岛和平、实现半岛无核化发挥建设性作用。中韩外长会上，韩国外长郑义溶也表示，希望中方继续支持朝鲜半岛和平进程。针对朝鲜周一宣布进行了新型远程巡航导弹的试射，王毅就表示，不光是朝鲜，其他国家也在进行军事方面的行动，各方应共同为恢复对话做出努力。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都多做有利于半岛和平和稳定的事情。那么比如说各个方面，其实不光朝鲜，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在举行一些军事方面的行动。那么还是需要大家呢都能够朝着恢复对话的方向共同做出努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在日前成功试射新开发的远程巡航导弹之后，朝鲜周3又发射了弹道导弹，您对此有何观察？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现，今天朝鲜从中部内陆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
韩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还在对弹道导弹的情况进行分析，目前还没有披露是何种型号的弹道导弹。在此之前呢，朝鲜官方媒体非常详细的报道了朝鲜发射远程巡航导弹的情况，也就是说，在1个星期内，朝鲜进行了2次导弹发射，这也是今年朝鲜第5次发射导弹。朝鲜近期频繁进行导弹发射，是朝核问题再度升温的表现。首先，朝鲜从2017年以来进行多轮导弹发射，在理论上都没有违反联合国的决议，基本都是中短程导弹或者是巡航导弹。也就是说，朝鲜在联合国制裁决议上打擦边球，以导弹发射的方式介入或者影响朝鲜半岛局势。第二点是在朝美领导人合内峰会之后，朝鲜进行了战略的调整。朝鲜劳动党8大之后，将增强朝鲜的核威慑力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进行各种型号导弹的测试和开发，也是朝鲜核战略的动作。这是当前朝鲜半岛以及美朝关系面临的一个基本的现实。朝美之间的对话沟通受阻，美国对朝制裁依然。朝鲜则通过导弹的开发积累对美战略的筹码。第三点就是朝鲜半岛成为美国外交和战略的重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其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而朝核问题是拜登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在8月份，美韩进行了军事演习，与此同时呢，韩国试射了潜射导弹。就在今天，韩国新型潜艇试射了自主研制的潜射导弹。另外，在最近1周，美日韩3国对朝代表进行会晤。朝鲜呢，通过发射导弹成为美日韩3国会谈的不在场的参与者。国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韩国，与包括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内的韩方高层进行了会面。您对此又是如何看？王毅与韩国外长郑义溶举行了会谈，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在当下国际形势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亚太地区也是如此。明年将是中韩建交30周年，双方成立了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着眼于推动下一个30年双边关系的发展。首先，中韩关系经过30年的发展，从生疏到密切，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30而立，未来30年，中韩关系应该如王毅所说的4更，就是更好、更快、更稳定和更全面的持续发展。在世界处于100年变局之下，中韩关系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意义。除了维护东北亚安全之外，还要稳定地区贸易与产业合作关系，提升区域内经贸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对于亚太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中韩双方有更大的共识和共同利益。得益于亚太地区40多年和平与发展，中韩2国在经济和科技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双方需要进一步维护这样的发展局面。就中韩关系的议题来说，双方合作面越来越宽广，可以进行合作的议题和领域也是非常的宽广。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韩2国携手合作，共度难关，成为全球疫情合作的典范。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是中韩2国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所在。韩国希望中国继续支持韩国推动的半岛和平进程。当然了，韩国也需要充分考虑和尊重中国的利益与关切。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不断推进之际，韩国需要更加明确自身的定位和角色，避免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和主旋律被军事同盟、技术脱钩的论调带偏。最后，中韩2国是邻居，更是合作伙伴，是东北亚和平与发展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双方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在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都希望通过分阶段同步走的方式，逐步解除危机警报，最终实现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实际上，这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最根本的共同利益，也是中韩关系巨大的潜力所在。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中美元首日前通电话，对于后续沟通形势，外交部周三表示，中美元首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不过，美方近期在经贸、外交等领域还是有影响两国关系的措施推出，美方也在持续拉拢盟友针对中国。对此，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二在新加坡指出，美方行为的根源是不能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作为全球头2大经济体，中美合作，世界受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二在新加坡同新外长维文共同会见记者。有记者问，中国和美国是否正在进行地区外交竞赛？东南亚国家如何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维文表示，过去40年，本地区最成功的故事是中国崛起。新加坡作为中国的紧密朋友，希望中美两国能以建设性方式处理竞争、管控紧张、合作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地区国家一道实现互利共赢。王毅表示，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重要课题。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和势力很不适应中国发展，抱有各种各样疑虑，甚至产生严重误判。这既不利于促进合作，也影响发展正常关系。美国可能就正处于这样的过程中。美方应该认识到，世界上不仅美国有发展权利，其他国家也有发展的权利。不仅美国人民有权过上幸福生活，其他各国人民也有权过上幸福生活。希望美方能像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很多国家一样，客观理性看待今天的中国，寻找和扩大同中国的互利合作。作为全球头2大经济体，中美合作，世界受益。王外长讲的这话，意思就是说，美国你必须要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而不是从一种负面的看法，或者说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发展，把中国所有的发展的成就以及我们取得的一些这个成功都视为是对美国的威胁。那这样的话，中美关系恐怕很难迎来一个重回正常健康发展轨道的这么一个机会。另外呢，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的话，他们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把中国的发展视为一个机遇，而不是一个威胁。在周三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主席通话时曾提议举办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对此持何立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我能告诉你的是，9月10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登总统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沟通，对引领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实际上，9月1日，王毅应约视频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时就曾表示，近年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大幅滑坡，面临严重困难。究其原因是美方对中国做出了重大战略误判。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球在美方一边，美方应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停止满世界围堵打压中国，应重视并积极回应中方提出的2份清单和3条底线，采取实际行动改善中美关系，不能旧账未了又添新账，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协调合作，不能只搞单行道。不过，从目前来看，美方并未拿出实际行动改善中美关系，反而在中美经贸、外交等领域不断制造矛盾，增加两国关系不确定性。《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官员正考虑依据美国贸易法的第301条对所谓中国的补贴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可能导致美国对华施加新的关税。白宫还希望能与欧盟、日本和其他亚洲盟友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纠集各方支持，来对抗所谓中国补贴举措。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希望采取全程紧逼战术。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一应邀出席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为其履新举行的线上欢迎活动时表示，无论是对华搞301调查，还是打关税战，都无济于事。美国商界对有关后果有切身体会，希望美方切实为协议落实及双边经贸往来创造必要条件和氛围，而不是雪上加霜。秦刚透露，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生效以来，美方仍不断对华采取限制打压措施，包括将900多家中方实体列入各类限制清单，直接制约了企业自美采购的能力和意愿，给协议落实造成较大负面影响。金刚强调，中美贸易和经贸合作面临困难和不确定性不来自中方，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切实努力。美国国内很多人基于反华这种政策共识，还是在积极推动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打压。现在这种声音再度兴起，不排除未来拜登政府会在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之下，或者说是出于中美战略博弈的这种需要，重新挥舞起这根大棒。但是我相信，经过过去几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方面的你来我往，事实上大家已经看出来，真正最终的受害者，不仅仅是中国，同时还有美国民众以及美国国内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显露苗头的这通货膨胀的这个风险。而在科技、人文领域，中美正常交流合作遇阻，已经让美方科技界看不下去。路透社等多家媒体周一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177名教授和学者9月8日联名签署一封公开信，批评特朗普政府2018年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严重偏离既定目标，损害美科研竞争力，煽动种族歧视，并要求美国司法部终止中国行动计划。针对177名斯坦福大学教职员工致函美国司法部，批评中国行动计划，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表示，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实质上就是美反华势力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对华进行遏制打压的工具。这一计划不仅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也加剧了美国内的种族歧视现象，对美亚裔群体造成严重伤害。同时，美国拉拢盟友对抗中国的行动也未停止，继续打4国机制牌。白宫官网周一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将于9月24日在白宫主持首届4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期待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白宫。声明内容并未主动提及中国，但路透社爆料称，拜登此前提议与“一带一路”类似的基建计划将是此次峰会讨论的议题之一。拜登曾经宣称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来升级美国现有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还将推动赢得美国未来与中国的全球竞争。推动这种大规模的基建项目的话，不仅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同时还需要长久的这个持续的政策上的支持，同时还需要有大量的就是科技和基建的人员团队的这个参与。但我相信对于美国而言，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这4个国家人，他们都没有这样的这个综合的能力，真正能够给紧缺基础设施这些国家提供上述帮助的，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一家。所以我相信他们提出的这些基建计划，恐怕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空中楼阁，未来很难落到实处。此前还有美国官员说，结束美国最长战争将使拜登政府把资源和注意力转移到解决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中国外交部周二指出，搞封闭排他、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心，也没有出路。中国不仅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维护者。有关国家应摒弃过时的零和博弈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概念，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尊重地区国家民心，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国家团结与合作的事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白宫要举行美日印澳4国机制会议，中国外交部批评圈子没有出路，您觉得美国会出什么牌？梅西你好，阿富汗撤退让美国呢脸上无光。印度呢，又是在阿富汗投资项目最多的国家之一，现在呢全泡汤了。美国呢当然会大力的安抚，但是呢，这次4国机制会议重点呢还是如何应对中国。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退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卸掉包袱，全面对抗中国。而这次的4国机制会议所讨论的5个议题，虽然呢没有提中国，但是呢都是针对中国的，要与中国竞争。比如说抗击疫情。美国呢是要动员疫苗竞争战与中国竞争。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东南亚的时候呢，已经是表露无遗。再比如说呀，新兴技术和网络空间，美国呢是要拉拢
4国呀酝酿推出数字贸易协定，也就是数字 TPP， 试图呢边缘化中国。印太自由开放则是要酝酿适当的机制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同时呢也要涉足南海事务。而气候变化呢，很可能呢也会加入这个太阳能电池板这样的问题。美国呢可能动员这个其他的国家别从中国进口相关的产品。这4国机制呢，在我看来呢，它就是一个4国帮，还挺紧密的，还要把东南亚国家呢也要纳入其中来针对中国。所以呢，中国认为这4国帮呢就是要遏制中国的一个安全隐患，是印太版的新北约。中国外交部批评，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呢是背道而驰，不得人心，也没有出路。我个人的判断是，4国帮的这次峰会可能不提中国，但是呢，每一个议题都是针对中国。拜登呢要通过抗华来提高自己的政治知名度，弥补阿富汗撤退的灰头土脸。针对美国考虑就中国补贴问题发起301调查，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说不要雪上加霜。那您觉得在经贸问题上还会有冲突吗？中美贸易呢很可能出现新的摩擦和冲突。拜登政府现在呢在中美关系上压了大赌注，就是要压住美国能够在明年中期能够控制住新冠疫情，开启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拜登政府的6万亿美元预算案呢，也已经获得国会通过。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设法把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都拉回到美国，用高关税阻止中国及在华外资企业的参与，那么让从这个经贸上把中国比下去。同时呢，还可以牵动在华的外资企业撤出中国，回不到美国呢，至少也可以撤到印度、东南亚等地。所以我认为呢，中美经贸关系呢是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当然了，拜登政府的大赌注也有可能呢，首先在自己一方呢坍塌。一是美国呢债台高筑，花那么多的钱，要么在借债，要么呢增加税收，那么美国企业会答应吗？二是新冠疫情呢并没有控制好的这种迹象，美国疫苗呢对德尔塔病毒的预防能力呢似乎在下降，所以呢这些不确定因素呢都给中美关系带来了风险，可能变差，也可能变好。好的，也谢谢陈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台军汉光37号军演高调演练所谓反生物战，还首次冠以疫病的叫法，引发争议，被指配合美国在所谓新冠溯源问题上抹黑中国大陆。此外，国台办周3举行暑期休会后的首场发布会，发言人正面回应了美国在一个中国原则上阳奉阴违的操弄，以及蔡英文瞎扯邻国论等问题。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发来现场报道。作为国台办暑期休会后的首场发布会，那相信大家也注意到，我身后的发布厅也是焕然一新。美国近期在台海问题上言行不一、打台湾牌的操弄，受到了媒体高度关注。对此，发言人朱凤莲强调，美方既然一再表示从来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那就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近期有媒体称，美国考虑把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并怂恿日本、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利用台湾问题滋事。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极力鼓噪、挟洋自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称，我们坚决反对包藏祸心的更名图谋，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美方既然一再地表示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就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以实际行动履行对中方做出的承诺，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呢，出于台独的本性，置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而不顾，甘当外部势力的棋子。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无论与外部势力如何勾连表演，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都无法阻挡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进程。台防务部门日前提交2022年防务预算，
4717亿新台币，创历史新高。而在所谓的2021年中共军力报告中，民进党当局更是大肆渲染大陆军事威胁，妄称大陆犯台有7个可能时机。对此，朱凤莲强调，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台独挑衅，是造成当前台海地区紧张动荡的根源。近期解放军采取的所有的行动都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针对外部势力和台独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日前，蔡英文在出席所谓安全对话时称，期盼与邻国在和平稳定且互存的原则下共存。对于蔡英文的邻国论，朱凤莲指出，一方面蔡政府在做各种小动作，另一方面台湾方面陆委会又说要推动两岸良性互动，这些言行自相矛盾。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民进党当局抛出夹带两国论的言论，不断地进行谋独挑衅，只会进一步地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的灾难。肆意的挑衅、邪恶的行径，必将招致正义的行动。周一和周二，美国国会连续2天就阿富汗撤军部署失误对国务卿布林肯进行拷问。期间，众议员史密斯拿出《环球时报》批评美国抛弃盟友的报道提问：美国今后会不会也抛弃台湾地区和乌克兰？布林肯闪烁其词，含糊地表示，美国会遵守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所做出的承诺，对乌克兰也是如此。有岛内网友评论称，布林肯的表态尽显美国的渣男本质，这一其承诺不过是把过期武器以超贵的价格卖给台湾。还有人质疑，美国在阿富汗花了2万亿美元，布林肯敢承诺为台湾花这么多钱吗？而且面对克里米亚问题，美国根本就无计可施。有岛内学者指出，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物，现在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深刻改变。而上周，拜登和习近平通话时，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没有改变，这显示美国无意戏剧性加大在台湾的战略投入。说白了，寄希望与美方兑现承诺是发白日梦。美国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兵，或者是去做某种事情，他绝不会为了台湾、为了民进党、为了台独的利益去牺牲他士兵的生命。这个判断，我觉得是我们判定未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会做什么，会不会做什么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如果民进党当局搞台独、搞分裂，引发了台海战争，我相信美国人会作案观火。值得警惕的是，美方虽然空有承诺，但却加大以白手套来打台湾牌的力度。周一，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与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通话时，竟然把立陶宛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恶行说成是所谓支持民主和人权的有原则的外交政策。8月10日，针对立陶宛政府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一事，中国政府宣布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9月初，立陶宛驻华大使米凯维切涅离开中国。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在美国的胁迫和拉拢下，中东欧国家成为新冷战的前沿阵地，一些国家开始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立陶宛不惜以反华行为取悦美国。该报强调，某个欧盟成员国与中国关系恶化，不意味欧盟会任由这些不智之举阻碍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周一开始的台军汉光37号军演也在极尽讨好美国之能事。外界注意到，本次汉光军演十分低调，缩减了规模，减少了科目，甚至一度拒绝媒体采访。台军对演习科目也遮遮掩掩，但种种迹象显示，生物战是这次台军高调宣传的内容。美国合众社在此前的报道中透露，为期5天的军演中，模拟应对生化武器打击是第1场，而且台军官方周一当天仅发布1场生物战科目操演。蔡英文在脸书也刻意提及生物疫病医疗演练。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台军在演习中首次使用疫病一词。1年多了，台海局势高度紧张。那么台湾当局搞的这个所谓的汉光演习，如果它在高调举行的话，它实际上为台海局势在火上浇油。在这次汉光演习，我们都看到它调得非常非常低，姿态也非常非常低。我相信他怕了，台湾当局也怕了。他这个选题或者这个所谓的深化的这样一个说法，他就是有意要把脏水往大陆身上泼。因为我们也知道，当年的
伊拉克战争，美国就用一袋洗衣粉来证明这个伊拉克有生化武器，结果打了一场海湾战争。说台湾当局呢，他这个用心很坏。岛内媒体报道称，受台风灿都影响，当天的演习场地暴雨倾盆，但台军第4作战区于台南地区实施生物疫病军民医疗能力整合科目如常进行。演习模拟所谓解放军发动生物战剂攻击，导致步兵203旅官兵受到污染。随后，化学兵部队检测车辆到场进行环境监测，再由身着全套防护衣的人员进入现场抢救伤员，经初步除污、减伤及紧急处理后，经由一般救护车送往民间医院治疗。路透社报道指出，由于美国不断挑起新冠病毒溯源争议，台军第4作战区于台南地区实施生物疫病医疗演练，这种设定明显是意有所指。但中国大陆早已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已经明确不发展生物化学武器。还有历史学者提醒，在东亚地区实施过生物战的只有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以及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因此，台军如果真的有必要演练生物战应对，假想敌应该是美国或者日本。岛内媒体曾曝光，台军方预防医学研究所曾长期谋求以生物战的非常规手段对抗大陆，但该机构属于绝密部门，保密等级甚至高于台军的导弹机构。2001年，台军方曾派该机构赴非洲与美军合作搜集埃博拉病毒，震惊岛内。2003年，该所又爆出有实验人员在实验室内感染病毒。2016年，岛内媒体还曾曝光，台军以约合人民币2亿元购入的13台生物侦测车，无法检测到直径小于 PM5 的细菌、病毒和孢子等对象。同年，一台侦测车在返回驻地时翻车，并导致后车追尾，引发民众对生化污染的恐慌。所幸事发时并未搭载危险物质。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周二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再次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的优势独特，商机无限，特区政府对香港的长远经济发展充满信心。香港以8.91的整体评分，在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中，再次成为一直位列全球第一。在报告参考的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及监管继续排列首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回应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继续巩固香港固有的制度优势，包括法治及司法独立、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制度、简单低税制、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高效廉洁的政府等。一如既往，这些优势将继续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企业拓展业务、提升竞争力，从而让整体经济持续繁荣发展。发言人重申，香港的优势独特，商机无限，特区政府对香港的长远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它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来自西方势力，那么这个调低对香港的这个评价，甚至是否定香港的自治地位，对香港发出商业警告等等，这一系列操作最好的打脸动作。那么我相信这也会给全球资本、全球市场、包括香港社会一个非常巨大的信心，就是香港仍然是在全球化很多不确定因素之下的最自由的经济体，也是最开放、最有这个增长潜力的经济体。事实上，香港回归24年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巨大成功，香港经济保持旺盛活力，离不开香港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的拼搏进取，更离不开中央政策的护航指引。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其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并强化其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推动前海深港合作区进入发展新阶段，也给香港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表示，前海方案会为香港专业服务界提供更多机遇，并为香港经济增添动力，特区政府会积极参与。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周一举办研讨会，来自香港、澳门及内地的10多位政经界人士和专家，通过线下线上共同研讨的方式，解读横琴方案及前海方案内容，共话方案为港澳带来的发展新机遇。
最新出台的两个方案，为内地、香港和澳门居民提供了更广阔、更便利、更优质的生活、投资和工作环境，也为港澳企业提供更多元的发展机遇。跨国公司和国际社会也可以通过更熟悉的港澳经营环境，在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場中，通過香港、澳門尋找商機。橫琴方案絕對呢係一個好好嘅未來嘅一個前景嚟㗎。咁但係要真正能夠落實，淨係澳門係唔夠㗎嘛。我諗我哋香港、廣東以至全球嘅精英都應該參與。前海方案的发布，也使得与之一湾之隔的香港新界北地区关注度大增。香港民建联周二也举办圆桌会议，邀请香港与深圳两地的专家及政界人士等，探讨香港新界北的建设发展。民建联发展事务发言人刘国勋表示，民建联早前公布《新界北建设香港新中心倡议书》，强调香港与深圳合作互补的重要性，并因应前海方案的发布，呼吁香港特区政府尽快兴建洪水桥至前海的跨境铁路。同时希望特区政府设法尽快争取在10年内完成新界北的发展，并改善和便捷口岸通关安排，以更快建设港深经济合作带，将新界北建设成为香港的新中心。新界北呢是在地缘经济范畴上，与深圳，与这个大湾区，最接近的，也是最有开发价值的一个区域。既往在特区政府的规划当中呢，这一块区域呢没有很好的在先进产业的发展上进行考虑。那我觉得这对特区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必须要根据前海方案所释放的融入发展的机会，根据大湾区的整体战略规划，重新调整香港自身的这个产业规划，使得新界北的开发不能局限于本地的视角跟本地的利益。与此同时，2021年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周日正式举行，届时将有412名候选人参选竞逐364个席位。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周二到访选举事务处位于九龙湾的办事处。李家超表示，选举委员会选举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立法工作完成后的首场选举，对香港未来有效管制影响深远。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时表示，保安局及辖下的纪律部队定会为选举坚定护航，确保这场完善选举制度后举行的首场选举顺利有序地进行。香港大公报发布评论文章指，即将举行的选委会选举没有了反中乱港分子的破坏，没有了撕裂社会的极端主张，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专业的政纲，聚焦发展的务实讨论。事实说明，新选举制度重塑了香港政治格局，正逐渐改变香港的选举文化和政治文化，推动特区政治体制实现从不稳定到稳定的重大改变。新华社也刊文指，选举将充分展示新制度的变化和内在优越性，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和中央对香港行使全面管制权奠定牢固根基，并在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伟大转折中，推动香港迈向新的未来。选委会的这个选举呢，相信预期会依法然后有序的完成，会给香港社会一个充分的信心，就是爱国者治港在制度上已经牢牢扎根，民心会充分的表现出来对新选制的这个支持跟认可。那么民众也会用投票的行为本身来支持新的这个制度。那香港经由选举制度改革所展现出来的新的民主文化、政治生态和管制秩序呢，正随着选委会选举的完成呢，那么向前迈了一大步。另一方面，按照香港特区政府此前刊宪生效的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自上周五起，香港211名区议员开始分批进行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首批参与宣誓的24名区议员中，包括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莹等7名区议员宣誓有效性存疑，被特区政府要求提交额外资料再做决定。港府周三傍晚公布，考虑到有关区议员的书面回复以及所有相关资料后，监事人根据人大常委会有关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所定下的原则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确定7名区议员的宣誓为无效宣誓，必须离任，不得重新安排宣誓。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
加拿大研究机构再次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您如何看？加拿大非沙研究所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1年度报告之中呢，再次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特区政府呢对此也是表示欢迎。这个报告呢一直把香港评为第一，尤其是呢在发生修例风波的2019年和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这香港呢也都是最自由。这说明4个问题：一呢是中国对港采取的一国两制原则呢在很好的落实，即便呢遇到危机也没有动摇过；二是在香港出现修例风波等危害社会稳定和营商环境的事态，中央政府果断出手，通过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快速的解决了问题，没有影响到香港经济的自由度。三是香港法治及司法独立呢保持完好，维护了国际商界的信心，加上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制度，但简单的低税制、法治化营商环境、廉洁的政府，这个疫情防控上的有效性，都使得跨国公司呢对香港充满了信心，对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看好，愿意呢在香港继续扩大业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香港呢能够维持最自由经济体的地位，既有香港的多年积累，也有中央政策的因素。而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呢，就是香港今后呢能够保持住这个第一的关键。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